在日本的江户时代四代将军德川家纲明确了法令之后，曾经有2个职业被禁止和异性交往。其实这2个职业也很好猜，和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样的，一个是大奥中的女官，也就是宫女，另一个是僧侣。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曾经有一位叫日润的僧侣，几乎做到了 NTR 的极致，震惊朝野，甚至引发了江户城内达官显贵们人人自危，已经不能简单的称为牛头人了，我愿称之为牛头神，以表崇敬。今天我们来聊聊他的传奇故事。这里是巫女花散里演绎日本历史与传奇的频道，记得先点赞订阅哦。在第11代将军德川家齐的统治时期，算是到了江户时代的鼎盛。虽然西洋的威胁已经很明显了，但是日本国内呢，已然出现了各种陈平日久的典型矛盾。这些年来，位于日暮里的寺庙延命院突然变得香火辉煌，不知道的人可能还以为这里出现了精通多门外语和多种乐器的高僧大德。但是你仔细看的话，其实来布施的信众大多都是女性，原因其实也非常的单纯。在这延命院里出现了一位口才出众，关键是长相十分俊美的和尚日润。这位日润原本是歌舞伎町演员尾上菊五郎的儿子尾上丑之助，而且少年时代起就与父亲一起登台表演。容貌俊美的他，少年时代就在舞台上拥有巨星般的魅力，很多女观众对他都是一见钟情。据说在丑之助第一次登上歌舞伎舞台时，就展现出了如魅魔般的诱惑力，很多女孩即使是从远处看见丑之助都会脸红，甚至坐席上的已婚女性们不能移开目光，纷纷落泪。很快整个江户城到处都是丑之助的女粉，尤其是富商官员家里有地位的女子们都在打听如何把她纳为男妾。那时还没有成角的年轻歌舞伎演员大多都是要做阴子，其实就是男公关。阴子的客人有男有女，详细可以看以前的阴间茶屋的视频。丑之助这个时候也是其中之一，但是丑之助的客人总是大排长龙，一旦轮到这些女子，就会痴迷地纠缠丑之助的身体。最后不厌其烦的丑之助无奈地选择剃度出家，成为了日暮里延命院的日润和尚。然而离谱的是，日润出家的时候，由于剃发过后过于英俊，立刻被在场的女性们奔走相告，一时竟又成了江户城内的轰动话题，反而使得许多平时不看歌舞伎这种娱乐活动的名门闺秀们也前往延命院听日润讲经。然后通过这些贵族女子之口，延命院的帅和尚日润的传说甚至传到了将军的后宫大奥中。如前所述，大奥的女官们很多都是出自某个大员家的女儿，希望嫁入将军家或者获得政治影响力才来大奥工作。一旦进来，他们就算是只属于将军家的人了，当然一般是禁止与男性结交的，甚至没有什么机会外出。大奥的女官们允许外出的特例呢，只有2个，一个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的重病或者是葬礼，另一个就是寺庙神社的参拜活动。平时不允许结交男性的他们，于是就有很多选择去延命院听这位传说中的帅和尚讲经。刚开始呢，还只是普通的参拜活动，然而久而久之，日润本人也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女信徒们是为啥来听他讲经的。毕竟听他讲经的人数比住持还要多得多，那肯定不是为了学习佛法来的嘛。延命院也乐于宣传日润，来吸引这些有地位的女性们到延命院听佛，善加利用的话，一定能够大大提高延命院的地位，甚至有机会涉足政治。室内环境如此，当然日润本人心中的权力欲望也逐渐蔓延。那说干就干，从某一时期开始，每当出身富贵人家的女儿或者大奥女官前来，日润就会与他们建立私人关系。在表面的讲经祈祷结束之后，僧人们会将这些女性引导到本堂内的内室，内室里就只有日润和一张床。那下面的情节就不细说了，很多富贵人家的女性们沉迷其中。更严重的是，长期被禁止与男性接触的大奥女官们，他们称这种行为为日润大师的秘密指导，在大奥的女性中爆发出了极大人气。当然，延命院突然的爆火，而且是以女性信徒为主，而且还有很多平时不出门的大奥女性，自然会引起外界关注。一开始大家没觉得奇怪，那是因为延命院本身确实是与大奥有很深的渊源。3代将军德川家光的侧室乐方的儿子被赐名竹千代，就是通过的延命院，这正是4代将军德川家纲。所以一直以来，御台所或者是将军的侧室们都会派女官来往于大奥和延命院之间，人们也不觉得大奥的人出现在这里有多奇怪。但是这段时间大奥的人来这里实在是太频繁了，而且一待就是很长时间，很难不让人怀疑。江户城内也开始传闻延命院内在组织名门女性们搞一些破廉耻的行为。
那么这个帅和尚日润的传闻也终于传到了四色奉行写版弹入手安董的耳朵里。于是他先命令家臣三之右门调查日润，后者悄悄跟踪了日润好几天，但是也只是重新确认了确实有很多大奥中的女性到延命院听佛的信息。而且三之右门回报写版安董说，他感觉继续查下去的话，四色奉行的安全恐怕会受到威胁。安董便知道确实已经是直接和大奥相关联的大事了，他必须小心行事，但是还是想要找到决定性的证据来端掉延命院。然后写版一想，如果对方是瞄准了富贵人家的女子的话，那四色奉行府中官员家的女性应该也会被盯上。于是他找上了四色奉行府官员们的大众情人三之的妹妹阿耶，希望他假扮信众去和日润走一趟流程，获得决定性的证据。那听说了这个计划，三之肯定是不同意嘛，他认为这对阿耶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就提出反对。但是阿耶对此倒是很积极，他表示如果能为哥哥派上用场的话，一定会回应期待的，已经做好了前去的准备。于是他便独自混入参拜人群中前往延命院。那又是中层官员家庭出身又容貌出众的阿耶，果然是被日润注意到了。讲经过程中，日润巧妙地用话术接近他，建立起了私交。后来呢，日润便多次通过信件邀请阿耶到延命院听佛，阿耶自然也是欣然应允，并且阿耶有时候会独自前往寺院中闲逛，假装和日润偶遇。当时的情况大概是这样的。经过两人几轮互相都觉得自己在套路对方的约会之后，延命院内的一些细节也逐渐被阿耶所掌握，其中包括了不同僧侣在私通流程中负责的工作，与日润私会的密道和密室的存在，日润与各种高贵女性们的情书等等。有了这些决定性的证据，写版认为时机已到，该收网了，亲自带领一批精锐搜查延命院。然而在引发了大骚动后，写版一行人却没有找到日润。这时写版想起了阿耶提到过的延命院内的密道和密室，于是把一些僧侣绑起来拷问，得知了日润所藏匿的密室，两头堵之下，果然抓住了害怕的缩成一团的他。人是抓到了，但是处理起来就很麻烦了。在判决书上，与日润私通的女性的名字有59个，很多都是大明或者大奥中的女性，其中包括将军继承人德川家庆的随护，还有些是不能公开的。随着事件深入，发现甚至有些大奥女性已经怀上了日润的孩子，甚至私通的女性中可能还包括了将军德川家齐的侧室。虽然是否真的包括了将军的妻妾现在还很难说，但是考虑到智权院事件，这确实也是有可能。很多江户的达官显贵家里都开始调查自家的女眷是否和日润有染，酿成了轩然大波。也有些实际上没有后顾之忧的女强人们，现在没法和日润私通了，又得知了其他人的名单，反而形成了沙龙关系，互相安利其他的帅和尚或者是歌舞伎町的型男演员。而关于日润本人，其实那个时候对僧侣犯女色已经没有以前那么严厉了，要很严重的情节才会被依法流放，一般现在都是罚在日本桥曝晒数日而已了。但是对于日润，上头的人直接发来了命令斩首，不知道是不是某个受害者官员决定的。而对于这些犯了蓝色的大奥女性们，因为身份的影响特殊，基本说是不公开名字和处罚内容，内部处分了。但是从记录来看，基本都是些低级的女官受到了无足轻重的处罚，高级女官则基本是无事发生。和日润的死刑相比，肯定是不像是同一个事情的同样的罪名。但是毕竟这些女性所在的家族地位都很高，为了避免事件变成一场动摇江户政权的大问题，也只能这样了吧。然而令人不安的是，收集了众多证据的阿耶在事件之后莫名其妙的自杀了，死因非常可疑。公开的说法是，虽然是为了公务，但是他认为自己实际上欺骗了僧侣，是对神佛的不敬，因而自责寻死。而四色奉行府收集来的日润和各种豪门女子们的情书，很多后来也都不知所踪，不言而喻。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